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药，吃起来就觉得很丰富。吃一个不过瘾，当然要吃2个啊。我们今天要包粽子，这次到菩萨寺包粽子，真的是人生一大体验。在菩萨寺一早起来，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开始包粽子，看着粽子一个一个啊，越包越多，就觉得哇天哪，我竟然能够包这么多粽子。因为以前自己家里吃嘛，包个5、60个都觉得哇，包这么多粽子好累哦。可是在那边竟然包了几百个吧，我都没办法数了，记不清楚了，因为数量太大了。包这么多粽子哦，只有一个鼓励，就是说很多人可以分享到，这是师姐这么告诉我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吃到好吃的粽子，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有人喜欢吃咸，有人喜欢淡。像我个人第一次包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太咸了，太咸了。然后我怎么吃都觉得，哎呀，怎么刚刚好呢？我吃还觉得这样才有滋味啊。既然大家都说咸，那我第2锅就调整配方，就把它口味变淡。然后每个人就说好好吃啊，好好吃啊。我心想，这个粽子我得加我从小吃的那个甜辣酱。因为我曾经到有机店买甜辣酱，既然有第一次买，人家跟我讲说，我们店里不卖这种没有水准的、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心想，天哪！我吃粽子，我就是喜欢有甜辣酱啊，有甜辣酱，还有小时候的那种味道跟滋味。所以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那个粽子上面倒了满满的红红的甜辣酱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好幸福哦。然后他吃完以后，我跟他说：“你再吃一个啊。”他说：“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吃一个不过瘾，当然要吃2个啊。”他要去第2个粽又倒了满满的甜辣酱。我觉得这才是好吃嘛。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不大爱吃粽子，因为我们北方人吃的粽子都是白米，那我吃不出白米本身的香味跟那个米的甜味，吃不懂，所以我就搞不懂我妈妈他们、爸爸他们为什么那么爱吃白米粽啊。后来妈妈终于在我们要求之下，学会了做那个咸的这种粽子。然后我们才开始吃粽子。后来我吃素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做粽子。白米粽通常比较高档一点的时候会加1粒红枣，这就是到此为止，什么都不放，因为只要一放了东西，一调了味，它那个清香就不见了。那这都是后来我自己包粽子的时候，我就会白米粽，我会吃有红豆的或是绿豆的。那等到这么老的时候，我才开始吃白米粽，觉得白米粽还算是蛮好吃的嘛，有一股清香。但是我白米粽我一定买新鲜的粽叶来包。我喜欢吃的粽子呢是把米炒过，炒的有点咸味，香香的，然后再去包一些我喜欢的花生啊、栗子啊，还有莲子啊，还有其他的料，就是很丰盛这样的。然后我也喜欢用煮的，我不大喜欢用蒸的。但是我在想我初学的时候呢，因为常常会漏米，没办法包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是用蒸的。过几年包得很好的时候呢，我就用煮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煮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比较软，不像蒸那么的硬。那我今天是包的咸粽子，所以我粽子的米里面我会加花生米，因为我有时候是花生米另外加的时候，我发现有的粽子没有花生，因为我忘了放，所以我干脆把花生就加在米里面去炒。那这个花生呢，我是先煮过了，先煮一下。如果你是生的花生米，它包在粽子里面，它是煮不烂的哦。你要记得，你要先煮一下。然后这个米里面呢，我们就是放油，用姜来去胀气，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加姜。这是糖，还有再来就是酱油，用盐来调它的咸。要记得，粽子如果完全不咸的话，它是不好吃的。然后我比较特别的话，就是我加了我自己的13香粉。我想过完节以后，我们就会拍13香的那个配方。然后米里面要加一点白胡椒粉，
如果不怕辣，多放一点，这样会特别好吃。然后再来讲就是粽叶，可能大家不知道粽叶怎么处理。那这粽叶你买回来，不管是新鲜的还是干的，你都要先去煮过。煮完以后，这个上面这个头的这个部分要剪掉，尾巴也剪掉，因为你这个不剪掉的话，它那个这个头的这个部分哦，梗很硬，它会把这个粽叶给戳破，所以你要剪掉。那我们现在开始炒米，我们先放油，然后再放姜，这个姜一定要给它炒稍微爆一下，不要很快的就放别的料下去，一定要稍微把它炒稍微香一点。炒香以后，我们先放这个糖，红冰糖呢也是在里面稍微这样子炒一下，再把酱油放进来。然后我们把我的香料粉，如果你没有香料粉的话就不用放，然后加水，再把盐放进来，我没有全放，稍微留一点，看看咸淡，你自个调配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咸，你再把剩下的放进来，要不然的话你口味淡，你就不要全放。水滚以后，我们把泡了8个小时的米放进来。如果你要用蒸的话，你这个米就要稍微炒的稍微熟一点，粽子的香味可能就会差一点。那我喜欢用煮的原因就是说，不管你吃不吃得出来，它还是有差的。粽叶在那个水里面煮它的那个香味还是进来，还是不一样。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些水，它慢慢的就会吸干。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不能吃太多的糯米，那有时候也会胀气。后来我就想到了，我就兑了一些五谷米下来，不要兑十谷米，因为十谷米里面有一些麦片啊，或是那些比较软的东西下去它的效果就不好，所以你去买那个五谷米就好了，配五谷米、糙米啦、燕麦啦等等之类的，黑糯米啊，这些配五谷下来，跟那个糯米、长粒糯米配在一起如果你说那我就不要用糯米，我全部用五谷米，那很麻烦。为什么？你一打开它全散掉，所以五谷米我比较不建议，你就要兑一半的，最好是一半一半这个米就要一直炒到这个没有水要炒到它没有水分的才能够停，收干很快差不多10分钟之内就会炒好。因为我的量很少嘛，我今天就是包2斤。我们一开始不要量太多，就是2斤2斤的包就好啦。一个小家庭25颗，如果不送人的话，要送人的话，你包多少颗都不够。你也总觉得哎呀，怎么还欠几颗，还缺几颗，还有谁没有给？所以以前的妈妈实在是好伟大他们可以包好多好多，坐在那里从早做到晚，在那边一直包。你看这个水已经不见了，对不对？这时候火不要太大，稍微小一点，慢慢的让那个水再吸进去一点。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这时候把那个白胡椒粉放进来，白胡椒粉比较辣，比较香。我们这时候没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看看你的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咸度。胡椒粉拌好以后，我们就把花生米放进来，关火拌这个花生米。好，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里。这是我刚刚炒好的红葱头，如果你不吃红葱头的话，你吃全素就不要拌。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红葱头拌进来。红葱头多少啦？个人随意。红葱头就是用油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样子干松，火要小要不然它会焦那我是喜欢粽子里面有红葱头，有一股红葱头的香，还有胡椒粉的香，是我特别喜欢的。香喷喷的，放凉。我们要炒料之前呢，先把萝卜干炒一下。这个萝卜干要买那个整条的，不要买人家切碎的，最好买人家自己晒的、自己腌制的萝卜干更香。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洗过嘛，它湿湿的，我们就用这个干锅呢，把它这样翻翻炒炒把它炒香，也就是等好像是太阳把它晒了一下这样的。它微微的冒烟嘛，然后要再炒到什么地步呢？不是炒到干干硬硬是炒到外面这一层水汽都没了，
很干爽了。闻的时候，哎呀，香味都出来了，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关炉子拿起来，我们再换一个来炒内馅。锅烧热以后放油，油多一点，到时候多出来油我们可以倒出来。那我们呢，今天肉块的部分呢，我们是用这个酥肉块。那你如果不用酥肉块呢，你可以用豆包切方块用去炸，这样吃起来会就有一块一块的。那也就是说，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这个块状的肉。其他里面有碎的料，我们是用有机的嫩豆皮，不管是块状的嫩豆皮，或是其他的那个素火腿，或是菩萨寺是用的豆鸡，都要油煎过。油热以后，我们再把它放下去。就是稍微油多一点来煎，煎到焦黄。你煎的不够的话，到时候这些东西它都有一股那个豆味或是面味，所以一定要用油把它煎到没有味道，然后口感也比较 Q， 要不然它软趴趴的，完全没有口感，不好吃。好，你看煎了，你摸起来它也有点脆，有点硬，这时候火大一点，煎一下，让它油出来，我们就把这个捞起来了，不要关火，要不然油会吸进去。我们把渣捞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开始炸这个香菇。这个香菇一定要给它煎了以后它才会香，吃起来的时候有香菇香。干香菇就洗干净以后泡水，那我们泡的香菇水就可以用。然后不要久泡，软了就赶快拿出来哦。泡久的香菇会有一股香菇味出来，一直煎到它微微的干不是焦掉微微干，然后你用起来就觉得它有一点硬度了。它这样的话，等一下烧它才会香。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香菇再拿出来，其实基本上这个时候香菇味就飘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炒豆包，豆包就是用刚刚的油一路这样子炒下来。炒这个豆包的时候放盐，不要急稍微煎的有一点黄。炒这个豆包要不粘锅要不然它可真是粘的到处粘，怎么翻怎么粘，很累的。如果你吃笋子的话，再切一点笋丁，等一下放进来，它会比较鲜。好，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豆皮已经有一点黄了，就是干爽了，没有什么水分了。转小火放一点点油，然后再把这个姜放进来，用这个油把这个姜炒一炒。姜末炒一炒以后，我们就放那个糖炒融了，我们放一些香料粉，然后把酱油放进来，把香菇水放进来。这时候我们再把煎过的香菇、酥肉粒倒进来，拌一拌，差一半水或是再多一点。我们不要太大的火，我们用稍微小一点的火，慢慢的把它熬煮干，这样的话味道会比较好。起码要煮20分钟哦。然后如果吃红葱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也放一些红葱头下来，然后盖锅盖起来。汤汁没的时候，我们就把干的萝卜干加进来拌，焖一会儿以后，你才来试这个味道是不是你要的咸度。如果不够的话，你再加少许盐巴。最后我们才把黑胡椒粉拌进去。好了，我们等一下稍微凉一点，我们就可以来包粽子了。刚刚你看，虽然看起来好像我放了很多油，但是你看你炒好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油哦。如果你都不放油的话，你粽子包好煮好，一打开来那个米通都粘在粽叶上。我们刚刚炒的米还有内馅凉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另外我里面加了一个栗子，我栗子也是稍微蒸过。那这个莲子因为是新鲜的，所以我没有煮。如果是干莲子的话，你就要滚水给它煮过，但是不要煮得太烂了，煮得太烂的话就会碎掉。然后这个就是平婆。凤眼果基本上它是非常讨喜的，是它的颜色，然后吃起来有点介于栗子跟银杏的中间，放在粽子里面它就比较亮，不要全部都是黑的，所以有一个黄色的跟白色的，配上咖啡色的话，它会觉得吃起来比较有比较好吃，心情比较好。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包粽子了。这个粽叶我们都处理过嘛，头剪掉了，所以这个是头，这个是尾。
那你看这个反面呢，它的纤维会比较粗，正面会比较平滑，你就用正面，然后两个这样子对起来，然后两只手这个食指靠着这个尾端，两只手这样平放，然后你用这个手指头无名指这样弯过来，无名指弯到哪就在哪边，然后这样子折过来，不管中指食指就在这个地方弯过来，重点是这个高度，这个高度绝对不能够太长。然后我们先是1匙米，然后把这个角给它压实了。豆皮，2块素肉，1个香菇，1个栗子，5个莲子，1个平婆，然后再1匙米，这样子压紧，用手把它推进去，然后再压一次，折过来。我们先把这个角理出来，然后再理这个角，折下来。这个角解决了，下面角解决，需要解决的是上面这个角。上面这个角就是这样握着嘛，用这个手这样拉，往后拉，拉到这个角出来，这个角也出来啊。我们这时候再绑起来，2层、3层都可以啊。这样就包好1颗了。好了，包好了。把最后1颗给它绑在一起，然后我就要去用热水了。记得要水滚的时候呢，才能够把这个粽子放下去。刚好1锅，你看这个水不够满，对不对？我再去补滚水。如果你的水太满的话，它在里面飘滚动，它会撞来撞去，等到熟的时候它会破掉。差不多我们要煮1个半小时到2个钟头，煮熟的话一定要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最保险是1个小时40分钟，不要太大的火，用中火，然后水一直补滚水，每次补水都要补热水，不能够补冷水，补到跟它平就好。好 ，OK， 不要让它飘上来哦。好，这个时候我们盖锅盖。现在包的是白米粽子，用新鲜粽叶，也是要煮过，叶子不要太大，小一点。如果叶子大片的话，只要用1片。一样的，也是这样子，3分的地方转过来，这个转过来的地方不要太高，然后抓1把，这样1小把米，因为我包的粽子不大，然后再放1块长形的豆沙。然后还是这样1把米放进来，少许的水，记得这个重点是不压的哦，它这样子轻轻的、远远的就折过来，然后2只手在这个地方转角地方掐住，让它转下来。这个米是不能漏的，你漏的话就很惨。然后这边也是就这样子转过来，然后绑起来。它是松的哦，它虽然不像那个金掌那样的那么的松，但是它中间一定要有2层的空间，里面有轻微的米的声音。反正这里面这个地方角某些部分都是空的不是压很紧的，这样的话它才有空间。你如果把它压很紧的话，这个米会很硬，不好吃。我们煮了2个小时了，好，我们可以关炉子了。煮好了，好，我们来开一个粽子，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馅儿。哇，好香！让莲子、花生米、栗子，好大的平婆，这个粽子实在是太好吃了。它有自然的香味，这个有各式各样的料，吃起来就觉得很丰富。然后糯米才1半，都是冻的，好吃，就是非常柔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虽然有放香料粉，但是它没有那个感觉到有香料，就是厉害在这点。
所以它就整体融合在一起哦。这粽子就超级好吃，就吃了一个就想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可是实际上不能，只能吃一个。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幸福满满！要订阅我们哦，按赞，谢谢大家，再见。